刘邦被匈奴围困在白登山上，整整7天7夜，险象环生，史称白登之围。那么这场战役是怎么打起来的？刘邦的对手冒顿单于又是怎样一个人？匈奴又是怎么发展起来的？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匈奴的历史及冒顿单于。在中原王朝的北方大草原上，有一支游牧部落，被称为匈奴。他们每到灾荒之年，便会率领骑兵南下，袭扰北方的边境，抢夺财物，是让每一个中原王朝都非常头疼的邻居，刘邦也不例外。其实，匈奴是对很多草原游牧民族的一个统称，他们开始并没有统一的政权，而是由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组成的联盟，民族也不尽相同。其实，中原王朝与游牧部落的恩怨由来已久。西周时期，申侯就联合犬戎攻陷了镐京，导致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战国时期，林胡和楼烦也经常侵扰赵国，赵武灵王便以胡服骑射作为改革，拥有了可以对抗草原民族的骑兵，才得以守住赵国的边境。战国末期，赵国的大将李牧大破匈奴10余万，使匈奴10余年不敢再次南犯。秦始皇统一6国后，派遣蒙恬率军30万北击匈奴，却匈奴700余里，使胡人不敢南下牧马。随后，秦始皇便在原来秦、赵、燕长城的基础上，修建起了西起临洮，东至辽东，全长约1万余里的万里长城。从此，匈奴再想以小规模但以部落的形式南下抢劫，就变得无比困难了。因此，为了生存，北方草原上众多小部落的联盟和兼并就逐渐成为了一种趋势。到了秦始皇时期，北方草原上逐渐形成了3大部落联盟。在草原的东南面，希腊穆伦河流域及老哈河流域的是东胡；在阴山南北以及河套地区的是匈奴；在河西走廊一带的是月支。东胡最强，月支较弱，而匈奴则夹在他们中间。此时，匈奴的部落首领是头曼单于。匈奴和中原王朝一样，也实行的是长子继承制，所以头曼在很早的时候就将他的长子冒顿立为了单于的接班人。可到老年的时候，头曼开始宠幸他的小妾，也就是匈奴所称的胭脂，还想把这个胭脂的儿子立为继承人。为了能让小儿子顺利接班，他就得先处理了大儿子。于是他先是将长子冒顿送到月支去当质子，等冒顿到了月支，他就立即发兵攻打月支，目的就是借刀杀人，让月支杀掉他的长子。可没想到，月支还没来得及动手，冒顿就偷了一匹好马，逃回了匈奴老家。头曼见儿子如此勇猛，也就不忍心再次杀害了，便分给他1万名骑兵，让其统领。而此时，冒顿也知道了事情的缘由，就偷偷地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他要将这1万名骑兵训练成一支绝对服从于自己的队伍。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策划了一个办法。他制造了一支响箭，并且规定，只要他的响箭射向哪里，所有人的箭都必须跟随，如有不从，立即斩杀。在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后，效果很好。接下来，他便要开始考核了。有一天，他将响箭射向了他最心爱的一匹宝马。这时，有些人就犹豫了，没敢射。结果，凡是没有射箭的，全部被斩杀。过了几天，他又将响箭射向了他最心爱的妻子。有些人又犹豫了。结果，凡是没有射箭的，又都全部被斩杀。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将响箭射向了他父亲的宝马。这次再也没有人犹豫了，所有人都跟随响箭射向了目标。于是，冒顿觉得时机已经成熟了。公元前209年，也就是前20元年，冒顿跟随自己的父亲头曼单于去打猎。突然之间，他拉弓搭箭，将一支响箭射向了头曼本人。他所有的属下也都毫不犹豫，一时间万箭齐发，头曼立刻就被钉成了筛子，一命呜呼了。头曼死后，冒顿又将他的后母和后母所生的弟弟以及支持他们的大臣全部都给诛杀了，然后便自立为匈奴的单于。东胡听说冒顿杀父自立，便想趁着匈奴内乱攻打匈奴。为了能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他们就故意找茬，以激怒匈奴和他们开战，同时也试探下这个新单于的底细。
于是东湖派遣使者来到匈奴，让默读把刚刚死去的头曼的千里马送给东湖。默读询问群臣的意见，群臣都说千里马是匈奴的宝马，不能给。可默读说，怎么能为了与邻国交好而吝惜一匹马呢？于是就把千里马送给了东湖。过了一段时间，东湖又派使者让默读把他最宠爱的胭脂送给东湖王。默读又问群臣，群臣皆大怒，争先恐后的要率兵去攻打东湖。可默读说，怎么能为了与邻国交好而吝惜一个女人呢？于是又把自己宠爱的胭脂送给了东湖。但东湖还是不满意，他们又派使者让默读把东湖与匈奴之间的一块空地送给东湖。这块空地有1000多里，但没人居住，所以就成为了双方的缓冲地带。默读再次征求群臣的意见，这次就有人说这是一块被丢弃的空地，给他们也无关紧要。默读大怒，说土地是国家的根本，怎么能随意就送给别人呢？说完就将这些建议给东湖空地的人全部斩杀。随后立即命令攻打东湖，如有后退者，立斩不赦。他亲率大军向东去攻打东湖。东湖因为经过几次试探，觉得默读是个懦弱的人，没想到他会主动出击，所以也就没有做出很好的防备。结果可想而知，默读领兵前来，趁其不备，立即发动进攻，东湖大败。从此东湖部落全面瓦解，东湖各部归属于匈奴。此后默读又乘胜发兵，向北征服浑庚、曲舍、丁零、革昆、新里等部落，向西攻打河西走廊的月支，使其被迫西迁。然后又征服了楼兰、乌苏、呼街等20余国，控制了西域的大部分区域。至此，默读单于雄踞于大漠南北，建立起了强大的匈奴帝国，拥有能拉弓射箭的军队达30余万。匈奴帝国的疆域也十分广阔，东到辽河流域，北抵贝加尔湖一带，最西到达葱岭，即现在的帕米尔高原，南边则靠近长城沿线，直接威胁着中原王朝。而且还收复了被蒙恬夺取的河套地区，并对汉朝的燕地和代地也虎视眈眈。首先，他就将目光瞄准了刚刚被刘邦迁徙到马邑的韩王信。那么，韩王信能够抵挡得住匈奴吗？白登之围又是怎么发生的呢？下期再见。刘邦在白登山上被匈奴围困了7天7夜，史称白登之围。那么，白登之围是怎么发生的？最后，刘邦又是怎么脱围的呢？本期视频，我们就一起走进3维地图讲解之白登之围。公元前201年秋，匈奴首领默读单于亲率大军进犯汉朝。而汉朝方面首当其冲要面对匈奴的，就是刚刚被刘邦移居到马邑的韩王信。韩王信抵挡不住，一面向朝廷请求支援，一面偷偷地派遣使者向匈奴求和。当刘邦得知韩王信竟然擅自与匈奴议和后，便怀疑韩王信与匈奴暗中勾结，就下诏责备韩王信。韩王信十分恐惧，认为他已失去了刘邦的信任，担心刘邦会诛杀了自己，便一不做二不休，直接投降了匈奴，与匈奴联合起来，共同进攻汉朝。随后，韩王信便与匈奴挥师南下，陈兵于同堤。同堤是进入晋阳最后的关卡，易守难攻，他们就在这里等待着汉朝的援军。公元前200年冬，刘邦率领32万大军从洛阳出发，北上攻打匈奴，平叛韩王信。渡过黄河后，汉军便兵分2路，一路由刘邦亲自率领，正面进攻韩王信，向同堤进发；一路由周勃和灌婴率领，沿着太行山脉北上，通过井陉，进入新定盆地，插入匈奴和韩王信联军的后方，攻打霍人县。之后经过雁门关，翻越勾注山，再次兵分2路，一路是由周勃率领的步兵先行去攻打武泉，一路是由灌婴率领的骑兵攻打马邑，又受诏降服了楼烦以北的6个县，斩杀了代国的左丞相。随后去武泉与周勃会合，合兵击败匈奴骑兵，切断了匈奴的后援。之后便率军南下，与刘邦会师于同堤，两面夹击韩王信。此一战，韩王信大败，其手下大将王喜也被叛军斩杀。韩王信北上逃往匈奴。他走后，他手下的将领曼丘臣和王晃等人
又将原来赵国的后代赵立拥立为赵王，聚集韩王信的残兵败将，准备再次与匈奴合谋攻汉。冒顿单于则分别派遣左贤王和右贤王各领1万铁骑，与王晃等人屯兵于广武以南及晋阳一带，阻挡汉军北进。但汉军一鼓作气，在晋阳城再次大败匈奴和王晃等人。匈奴逃到了楼烦西北，被汉军的骑兵追上，再次击败。至此，汉军基本扫清了在太原郡范围内的匈奴和反叛势力。但自从开战以来，汉军节节胜利，致使刘邦产生了轻敌的思想。刘邦听说匈奴的主力屯兵于代谷，便派出了10余名特使前去打探匈奴的虚实。可他没想到，要论搞阴谋、耍手段，冒顿也是个老手。为了迷惑刘邦，他提前就将精锐士兵和肥壮牛马隐藏了起来，所以刘邦的特使每次前来，所能看到的都是瘦小的牛马和老弱的士兵。特使们回来后，全都告诉刘邦，匈奴是可以出击的。刘邦还派了娄敬出使，娄敬就是当初建议刘邦迁都关中的齐国戍卒。可他走后，一连数天都不见回来。刘邦心急如焚，想着就算他回来，估计也和前面的10几个特使是一样的答案，便决定不再等他，立即整军出发。为了鼓舞士气，刘邦亲自率领数万轻骑为先锋，先行出发，主力大军随后跟上。当刘邦率军走到勾注山的时候，遇到了从匈奴返回的娄敬。娄敬连忙劝说刘邦千万不可出击匈奴，因为两国相争，必斩其长，而我所看到的匈奴是只见瘦牛，不见肥马，只见弱老之人，不见壮士拉闲。匈奴之所以要反其道而行之，用意非常明显，就是要诱军深入。只要汉军出击，匈奴必有伏兵，到时候汉军就凶多吉少了。可此时刘邦的先锋已经到达了勾注山，后面的20万大军也已出征，开弓已没有回头箭了。所以刘邦非常恼怒，骂娄敬道：“你这个齐鲁，凭着2片嘴就捞到了官职，现在竟然敢胡言乱语，妨碍我军的士气。”立即将娄敬捆绑，拘禁于广武城，准备凯旋后再进行处罚。之后，刘邦率军抵达了平城。刘邦之所以要着急地赶到平城，是因为此时匈奴的主力在代谷，那里四面环山，不利于骑兵行进，所以冒顿要想北逃，就必须要经过平城这个出口。他先来守住这个出口，等主力大军一到，就可以关门打狗，一劳永逸地解决掉匈奴的大患。可他没想到的是，冒顿也不是个善茬，他早已预料到了这一点，并已在此设下了埋伏。白登山是位于今天大同市东北的一座小山。当刘邦来到白登山的时候，匈奴骑兵突然发起进攻，刘邦赶紧组织突围。可经过多次激烈的战斗，依然无法成功突围出去。此时冒顿单于指挥着匈奴大军从4个方向围攻刘邦，准备将汉军一冲而散，全部歼灭。匈奴骑兵西面是清一色的白马，东面是清一色的青马，北面是清一色的黑马，南面是清一色的红马。他们从4个不同的方向同时向汉军发起冲锋。可刘邦据山而守，匈奴因为都是骑兵，不擅长在山地作战，再加上天降大雪，养弓受挫，经过多轮的冲锋后，双方损失都非常大，但都无法取胜，只能僵持在这里。就这样，刘邦的数万兵马被匈奴大军围困在了白登山上。汉军内无粮草，外无援兵，此时正值隆冬季节，风雪交加，汉军的士兵中被冻掉手指头的就10有2、3。一连被围困了7天7夜，汉军士兵7日而不得食，饿得连弓都拉不开了。在这生死存亡的关头，陈平给刘邦献了一计。他发现冒顿单于对新得的胭脂十分宠爱，朝夕不离，便把主意打到了胭脂的身上。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派遣使臣下山，向胭脂献上了大量的金银珠宝，并且告诉胭脂，汉朝的皇帝被困在山上，为了能让单于放走皇帝，我们已经派人去迎接汉朝的一位绝世美人，打算进献给单于，此女的美色天下无双，单于见到后必然喜欢。但是之后单于就会日益冷落于你，不如等他还没到，你去劝说单于放走刘邦如何？
于是胭脂便对默读说：“贤王何苦为难贤王？汉朝皇帝已经被围困了7天，但军中依然没有慌乱，想必一定是有神灵在相助。你又何必违背天命，赶尽杀绝呢？不如放他一条生路，以免日后会有灾难降临到我们的头上。”此时汉军的主力已距离平城不远，而默读与王皇和赵立所约定的会师日期早已过了，可他们不但没有按时前来，而且是毫无音讯。默读就怀疑他们很有可能已经暗通了刘邦。那么到时候前有汉军的几十万主力在进攻，后有王皇和赵立在偷袭，再继续战斗下去已毫无意义。于是他便采纳了胭脂的建议，打开了包围圈的一角。当天正值大雾天气，伸手不见五指，陈平命令弓箭手拉满弓，箭上弦，箭头各朝一边，夹道保护着刘邦。最后夏侯婴驾着车偷偷地从包围圈的一角溜走，回到了平城。当刘邦逃回平城时，汉军的主力也赶到了，默读单于便率领骑兵返回了草原。刘邦也下令撤军，班师回朝。在走到广武的时候，刘邦下令斩杀了10几个之前建议攻打匈奴的特使，而娄敬则被封为关内侯，号为建信侯。陈平也由护友侯改封为了曲逆侯。至此，刘邦再一次死里逃生，白登之围也就此结束。感谢观看，下期再见。